看我家里面鲜花盛开，百花齐放，这都是蔷薇，估计有上千朵花呢啊，太好看了。妈，你干啥呢？平整一下地面，看看我们家盖房子的这个进展啊。现在就是墙都起来了，就等着去做房顶了。房顶做好了就去里头的装修情况啊。过2天就做这个房顶呀。现在回答一下网友的提问吧，因为网友看了我的视频，在下面留言评论区好多疑问呢，我集中回答一下啊。问的人最多的就是这个大门啊，为什么不盖在中间呢？要盖在侧面。我们农村都没有盖在中间的啊，都是在东南角这个地方做大门的，因为西南角那个地方是厕所，所以大门都开在东南角。还有很多朋友说，这个门做的有点小啊，车子开不进来。我家的这个门不小了，宽度是2.2米的啊，高度2.6米。本来这个车就开不进来啊，主要是因为我们家这个巷子太窄了，这个门即使开的再大的话，这个车也不好进。再就是开的太大的话也不协调了，是吧？这个门呀要和这个院子什么要协调的，所以这个宽度就正好。因为我的车呀也不打算开进去，我的车都在门外停的呢。还有网友说，你们巷子里面每一家都往后退1米，巷子就宽一点了，然后车就可以开进去了。但是这个宅基地批的时候就是这么批的啊，所以现在不可能都退1米了，因为房子都盖好了，都定型了，只能是重盖的时候大家一起往后退啊。只有我家退了的话也没有什么意义，那就凹进去一块了，也不好看了。然后还有人问我家的这个围墙为什么要盖这么高呢？因为以前确实是低了啊，就是很容易就翻进去了，所以把它盖高一点。因为其他家也是挺高的。我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啊？对，问的很多的人还说我家这个没有做地基。这个没有加钢筋，可能不扛地震啊，地震一下就倒了。其实是我们有挖地基啊，只是地基比较浅，挖的比较浅，然后我们这里也没有什么地震，我们这里都很稳定的，没有什么地震啊，不怕被震倒。你看我家那个房子都30-40年了啊，啥事儿没有。然后确实是没有加钢筋。地基没有加钢筋，因为也没有地震，就这个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们这边都是这么盖房的。咋了？啥原因了？不是没有地震，咱们这地方比较干燥，这地基可结实了，可硬了。因为是小房子，要是盖大房子，肯定要打那。哦，因为我们盖的是1层的平房，小房子就不用地基了，是吗？不用那钢啊，不用钢筋了，所以地基也挖得浅。如果是盖好几层的话，你就需要钢筋打地基哈。咱们这地方也比较硬也干啊。然后就是问，为什么只盖平房呢？因为我平房就够住了呀，没必要盖2层3层，盖1层就够住了。平时就我妈一个人在家里头啊，盖这么多间房也够住了。还有人问，这个厕所为什么不和洗澡间盖在一起，那样方便嘛哈？你看城里头呢都是卫生间和厕所在一个房间里嘛，我们是这个房间做淋浴间，然后厕所呢是在那个角上。村里头前2年刚改了那个下水道上下水，所以我们也用上抽水马桶了啊，很干净很卫生。为什么不把它再做到这个房间里来呢？因为我们就是这个1层啊，就是1层的院子啊，就这样用起来也很方便的。这边洗澡，那边上厕所，而且你改过来的话，还要铺那个重新挖管道，从这里挖出去，工程量又增加了嘛，就不那么麻烦了啊。然后还有什么问题啊？对，很多人说为什么不把这个正房拆了一起重盖呢？一起找人设计一下，盖成一个小别墅那种样子啊。就是因为我们家这个正房之前已经
你现在看到的样子啊，已经是改过的了。你像这个门，还有窗户这种大的玻璃，还有房顶做的这个彩钢，还有贴的瓷砖，还有里面刮了痂、吊的底儿，还做了这些柜子之类的啊，地面已经是改过的，所以已经花了很多的钱了。如果现在再拆掉的话，那以前花的钱就都打水漂了啊。另外就是也不想盖那么多间房了嘛，盖的那么多间房也没有人住，现在这个就足够我们住了。还有人说，为啥不去城里买房呢？要在农村盖房？现在在村里住的多好啊，去楼上住的多憋屈啊。另外就是城里面买房多贵呀，这100平的房子你不得100多万啊？我在这里村里面再改一下，也就10来万块钱搞定了，是吧？而且村里面住的就挺好呀，你还可以种点花、种点草，然后种点蔬菜。村里的消费也很低呀，然后每个星期呢都有赶集，买东西也很方便啊。现在有很多城里人都来农村想住这种小院子的房子啊，所以我们本身就有这个小院子，为啥不在这儿住呢？哈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很多人问为什么不把这些工程全都包出去，包给别人，那样就比较省心。那样是省心啊，我们之前也是那样想的，但是后来呢，因为包出去的话，你没有找到一个可靠的施工队，就是他们施工的时候不会很用心。就是可能为了赶工期啊，质量就不能保证了。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分开找这些工人来做呢，都是我们附近村里面这些认识的人，口碑都很好的，所以我们请这些工人来，砌墙的砌墙，做房顶的做房顶，然后到时候家里面装修的装修，每一项都是他们拿手的，然后都是认识的人，就是为了工程质量嘛，所以我们都是没有包出去啊，都是一个一个的去找人。是吧，妈？对。你这是干啥的？现在？平整了，好铺砖。哦，以前这儿是那个凹下去的，垫上土，防止以后存水嘛。一会儿还要垫砖了，是吧？这个还不行呢，你看这都是松的土，然后一会儿呀还要拿这个把它捣结实了，你看。这个很重的啊，捣这个很累的。腰都受不了啊！看这么一大袋的桑葚呢，哇，这个这么黑呢，这完全成熟了啊，有黑的有红的，刚摘下来的啊，洗一洗吧，来，这亲戚家的桑葚啊，给我家送过来。这个是盐水洗第一次，这个是清水洗第2遍，然后捞出来控干。一会儿再拿着太阳下去晒去，洗完的水都是黑色的，把它摊开都晾在这里，晾干了好保存。这个刚摘下来的桑葚啊，特别的水嫩，你看，桑葚全身都是宝啊，桑叶还可以喂蝉呢，而且桑葚是补肾的嘛，枸杞一堆不如桑葚一把。哇，非常好吃！现在正是吃桑葚的季节，大家看我的橱窗里面有新疆的头茬桑葚，新疆的桑葚品质很好的，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拍一单。